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戴森球计划。感谢大家对上一期的投币点赞3连的支持啊！我相信应该是有一部分小伙伴去忍不住自己往下玩了，所以看的人明显变少了。有的人自己忍不住开档了，有的人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估计后边热门应该是很难了。但是我们的糖的数量还在稳步增加，看我们到时候最终会以多少的糖场作为我们的结档目标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上一期有些小伙伴遇到的问题啊。首先有的小伙伴说他的黑雾基地这个明明打出大洞了，为什么没办法放地热啊？原因是呢，你的这个黑雾的这个塔没拆干净。当它断电了之后呢，有一些黑雾的塔可能是黑掉了，没有电没有光，所以你以为拆干净了，你要把周围的建筑全都拆干净才能放这个地热啊。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的这个被动难度下和这个会主动攻击的黑雾是不一样的。我们被动难度下呢，我们的这些黑雾的这些炮塔，这些激光塔是不会主动打我们玩家的炮塔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炮塔伸的离这个黑雾非常非常的近，去拆这个黑雾的基地，而且拆的很快啊，这个炮塔的损耗率也很少啊。但如果你是主动难度你这个黑雾的炮塔是会打我们自己的激光塔的，这个炮塔的损失的数量会起码得是2位数吧，得几十个啊，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有的小伙伴说他打黑雾没打下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就是上一期我说的有些不太准确的地方，首先就是这个掉落物，这个掉落物的筛选呢，的确是这个全局设置的，但它设置的呢，其实不是让我们的这个战场分析基站不去拾取了，它设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黑雾压根儿就不掉这个东西了啊，它不掉这个东西，我自然就不会再被我们捡到了。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好处的但能显著的减少我们地上的这种捡不起来的垃圾的数量。这个东西数量越多，我们的这个游戏的帧数越低啊。我现在在这个黑雾的位置帧数已经不高了，只不到60帧了，只有30到45帧左右浮动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到后边我们不缺物资了以后，还是建议大家能尽量让它少掉一些就少掉一些啊。并且呢，我们在游戏的设置里如果你觉得卡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设置里，在这个画面里把这个残骸最大数量给它降低啊。降低的比较低之后呢，它有些这个残骸就会被刷掉，当然你会亏一些物品，但是好处也是有的，好处就是你的这个流畅度应该能有所提升啊。这是一些问题还有没有我现在上一期没有答的？如果还有的话，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会在下一期再给大家做统一解答然后我把我的蓝图呢放到了一个这个共享文档里这个共享文档里边是有这个蓝图的代码大家可以直接去复制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网盘要方便一下，因为网盘一个个下载还是太麻烦了一上来呢，让黑雾这边先刷一会儿先等它到12级，我们再回来做这个黑雾分拣我们还是回去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黄糖的那个位置我们把黄糖生产的位置给它造出来吧。虽然说是这个之前我们造了120黄糖所需要的这个有机晶体配上了但是有机晶体现在这个产线也堵了，没多大一会儿呢，我们的红糖产线就会因为我们的这个精炼油堵住而这个堵塞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下处理这个化工产线吧，一共3种糖涉及到化工产线，从红糖开始这个黄糖、紫糖、红糖这3个糖都涉及到化工产线化工产线呢，你就不得不去处理这些冗余的这个精炼油和氢，这是制作组故意加的一种算是难度设定也好，或者是什么设定也好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玩家就是在处理这个的时候要有一些复杂感我估计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是要处理这种冗余的这个氢或者是原油的。你或者是氢冗余，或者是原油冗余然后有的小伙伴呢可能觉得多余的材料，比如说它可以用更多更其他的这个配方比如说重整精炼我们这个配方还没解锁，我们先把它解锁了吧。在这边有一个 X 射线裂解我们之前提到过可以让这个氢产精炼油然后通过消耗氢产精炼油，或者呢通过这个重整精炼通过消耗煤来产这个精炼油
这个2种不同的这种方案吧。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想用这种方案来实现这个产线的最终配平啊。我个人觉得，从我玩的这么多小时以来的感觉，就是你越搞这个，你就会把越来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啊。其实最简单的方案呢，就是你还是要让一个量化还是要做，量化的目的呢是要让一个产线冗余啊，一个产线冗余之后呢，我们就把另一种产线多余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无限资源的，当然你资源倍率低的话，你可能这2个配方的确是要有大用的啊，因为资源不够啊。但我们因为是无限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我们还是让它多余的这个东西就直接消耗掉，是最优解啊，是最省脑子啊，最适合萌新的一个解法。所以我们的解法还是简单的在后边接一些这个火电啊。火电呢，其实也不是无脑烧的，它烧的速度取决于我们玩家的耗电的这个速度啊。如果我们耗电的速度就是现在负载的这个耗电的量不是很大的话，它其实也烧不掉这么多啊。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一部分的先把这个精炼油消耗啊，来解决我们即将产线要堵了的这个问题啊，先把这个问题先给它解决掉啊。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产线啊。这里这个结构，这是一个梯形的结构啊。这梯形的结构呢是有一个定律啊，是这个转弯让直行啊。直行的你看到一直在走啊，转弯的这条线走不过来啊。那这种办法有没有解决呢？我如果要想2个都走怎么办呢？我们解决方案就是升级一格它的这个传送带的速度，让前后传送带有一个速度差，你就能够实现让它不要这个转弯让直行了。你可以看到哈，这个2边就都可以进来了，因为这边速度升级了1倍嘛，它们2个自然就有容量让它进来了，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案。按这个 U 键啊，就可以选择升级。升级你可以选择这样区域的大范围的升级啊，你可以比如说包含设施、包传送带、包分解器啊，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筛选啊。你还可以按住 Shift 进行一个升级，比如说我现在按 U 啊，我们可以按 Shift 把某一段传送带全都升级啊，都是可以的啊，这都是这个的功能。好，我们先把这个堵掉的精炼油呢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也把这边的120黄糖的这样的一个产线，我们先给它放下来啊，先摆上啊。反正这边要再等一会儿啊，然后我们科技也继续走啊。我们先把这个加力推进器走了，这个是我们的前置科技啊。然后呢，我们再走一下这个钛合金啊，下面就要走黄糖科技了。钛合金和这个星际物流系统是我们这一期的主要目标。我们这一期主要就是做黑物分拣和出这个星际的这个物流啊。这个星际物流呢，一共其实只需要200黄糖，数量并不是很多，靠我们的黑物是完全可以供给的啊。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头走一些这种红蓝糖的东西啊，把没走的都给它走掉啊。这些科技其实虽然我们用不上吧，但是强迫症看着难受啊，就全给它点掉好了。我们这边就给它排布下去了。然后这边我们来生产，这里呢120黄糖呢用来生产120黄糖所需要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组装机的数量不是一个整数啊。如果用黄色组装机的话，我们现在呢就假装我们已经有绿色的组装机了，所以用8台绿色的组装机就够啊。后边我们再回来升级这个组装机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去思考这个产线的时候，要开始把这个行星物流思考进去了。我们就开始假装这个产线里已经有塔了啊，假装这个产线里有塔了之后呢，我们就假装这个塔从这边来啊。这个塔的这个位置，这里就是我们输入铁板的位置，因为我们这个星系是不产这个钛板的位置，我们这星系是不产钛板的，所以钛板一定是通过星际塔输入进来的。这么想是肯定没错的啊，所以我们就这样来啊，这样来设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速度够不够啊？我们用这个来生产这个钛晶石啊，钛晶石是每4秒要1个啊，这个黄爪是完全能供应得上的啊，每4秒要3个和每4秒要1个啊，所以我们用黄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电力富裕的时候你不考虑这个也没关系啊，但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做的稍微的细一点吧，能用黄爪我们就用黄爪，有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这边我的这个空间比较富裕啊，我就摆的稍微的宽了一点啊。好，现在没有钛板输入进来啊，这里冲突了，冲突的位置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啊。把冲突的2个机器给它复制一下啊。然后这边就是钛晶石啊，那我们的钛晶石输出的时候呢，会从这边啊，从这里输出出去啊，输出出去。为什么要考虑星际塔呢？因为星际塔会掉这个钛晶石的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产线的时候，虽然我们量化的是120每分钟的黄糖，但实际上我们最终出来的这个黄糖数量应该不止这些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星际塔考虑到这里啊。我的星际塔呢就打算放在大概这个位置啊，我们就用这个箱子做替代吧。大概4个箱子啊，这里我估计还是太靠近了啊，把这儿删一下。我们就用4个箱子，大概就是4个箱子再空一圈的位置啊，就是星际塔的大小啊。我们再空一圈吧，这么摆啊，把这个星际塔就算是绕过去了啊。这边就产生的是这个钛晶石啊，钛晶石呢会进星际塔，再出这个星际塔，用这个星际塔做一个缓存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再接我们的这个叫做金刚石，金刚石的量其实用的很少，我们只需要4个熔炉生产金刚石就好了。我们这边还可以再往右稍微的扩一下，这边留出足够的空间啊。我们这边呢输出这个钛晶石啊，从这儿输出钛晶石，从这儿输入呢高能石墨。高能石墨从哪儿来呢？还是从这儿来。这里呢会进这个塔，这个塔呢再分流给上边，分流给右边啊。这边呢就去生产这个钛晶石啊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给它先做上。我们现在呢不叫钛金刚石啊，我们现在已经解锁了一些高效配方。所谓的高效配方，大多数都是用一些稀有矿物去生产某一个物品的配方。我们现在没有啊，我们就用这个最基础的，用这个高能石墨啊去生产这个金刚石啊。然后这个金刚石输出出来和我们的这个一起啊。我们这边呢，如果是按120的产量的话，我们其实16个这个研究站就够啊。我们现在的最高度是7啊，还不够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数量应该不止这些啊，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手里的研究站全放下啊，就让这个多余的研究站去消耗这些多余的这个材料就好了。好，然后我们这边给它弄上，然后生产出的黄糖呢就往那边去了，就去到那头了。然后我们这里选上配方啊，把电一通啊，研究完成，加力推进器有了，加力推进器是我们的星际塔的前置啊。没有它做不出来，我们用这个绿爪啊，这边抓这个金刚石啊，这边抓这个钛晶石出黄糖。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电力给它一补电线杆一补啊，这边就基本上完成了啊。然后这边我们再补一个电线杆啊，可以再补一个，给这边的这个塔也供一个电啊。好，这边基本完成了，但是之前我们量化的这里的这个高能石墨啊，量化的不是满黄带的啊，12台这个机器啊才是满黄带的这个高能石墨啊，12台的话应该是24个矿脉啊，我们现在这里也不够啊，所以我们再加一台，把这里补全啊，你就可以让它堵着，但是你不能不给我啊，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吧，不能叫原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啊。好，我们把这边的产量补满啊，这里都已经弄好了，就只差万事俱备，只差我们的这个原材料了。我们回去去拿一下我们的原材料，实际上就是钛板啊，你去脱钛去解决这个完全也是可以的。哎，我这边是不是飞远了？去脱钛去解决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这边就是，算是一种这个你叫逃课也好呀，或者是跳科技的思路吧。我们这边就不采用这种方式了，我就想试试看，直接用黑雾啊，直接出星际物流，我们再去2星是一个什么感觉啊？我们这边先把这个箱子给它放上啊。现在已经12级了，12级的黑雾主要是为了让它掉这个钛合金啊，钛合金就开始掉落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钛合金都捡起来啊，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然后呢，我要在这里稍微的做一下物资的分类整理啊，就先用这些小箱子，主要就是把它这边积累的一些基础的那些掉的特别多的什么铜铁啊那些东西啊，先给它稍微的给它弄出来啊，因为要把这个空间空出来，我们要在这边摆这个黑雾的分拣啊，所以我在这里要耽误一点点时间先做一下啊。开始圈养黑雾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再也不缺沙土了，沙土你就随便花了，可劲儿花啊。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暂时的先让它把这些基础的资源给它先不要再掉了啊。
这些东西我们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啊，我们都可以先让它不再掉了。黑雾的掉落物里，除了这个啊，黑雾矩阵可以稍微的收集一点，其他的那些黑雾掉落物都可以暂时先不用啊，得到后面才用到的。而且这个东西累积的非常的快，掉的很快的啊，没有必要现在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就开始做一下物资分类的整理啊，为我们后续做一点准备啊，这可能会花一点点的时间啊。想要看完整版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小米的那个大合集的视频，好吧？好，我们的行星内的这个塔已经出来了，我们一共放了就是6个塔啊，这个6个塔就是我们来做这个黑雾掉落物分拣的一个基础啊。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以为我是不是就要用这个小箱子做分拣了？你怎么不做这个什么4项分流器的这个分拣啊？其实黑雾的分拣呢，可能大多数小伙伴用的是这个结构啊，就是通过从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分拣战场分析基站里出来啊，然后做这种筛选啊，通过这个4项分流器做各种筛选啊，一个走一个啊，比如说这边啊这样走，然后这边。我就大概其给大家画个意思啊，然后这边是战场分析基站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在4项分流器里呢去设置筛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就筛一个，假如说是铁板啊，第二个我们筛一个这个，假如说筛一个铜板啊，然后第3个我们再筛一个什么，就从这儿一个一个往下走啊，这个行不行呢？啊，然后行的啊，是可以行的啊。而且呢，这个其实也可以造的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其实后边的这个传送带都不需要啊，我们只要留着1节传送带，让它有这样的一个筛选的这个标签就可以。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去摞这个小箱子啊，你能摞多少小箱子呢？它这里能筛选出来，以及能够放的东西就有多少啊。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啊，它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最前面的这个地方，无论4项分流器前面是什么，你筛选的这个东西它堵了啊，就假如说我们这里边产量非常大的东西，假如说就是铁板或者是铜板。它一旦这个位置堵了啊，后边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再往前走了，它这边就不会再往前进了啊，就会导致你后边的这种可能比较稀有的物品的产线啊，就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缓存或者是保留的数量就不够了，会有大量的这个材料冗余和累积啊，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这里想做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最起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不会堵啊。我们其实要这个黑雾的产物，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便捷的造一些，说白了就是当一个随身超市来使用啊，就是想拿什么就拿一点，我们随身想搓什么就搓什么。其实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这种啊，我们就随时想补点什么，我就可以补点什么的这个感觉啊，就很方便啊。而且就是最主要就是一些很麻烦的产线，比如说像是马达啊，我们有2种马达，一个叫做推进器，一个叫做加力推进器啊。这2个呢是用来制造2个飞机，一个叫做物流运输机，一个叫做星际物流运输机啊。这个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小塔的。小塔指的就是行星内物流运输塔，大塔就是星际物流运输塔。这个塔呢，就可以在整个星球内来回的运输你的物资。这个呢，就是星球与星球之间进行运送物资的这样的2个最终极的设备啊。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地方还是靠传送带嘛？传送带实在是太麻烦了啊，所以用塔是我们后边的最优解。有的小伙伴即便没造过，也肯定听过这个所谓的一物一塔的这个说法啊。那一物一塔指的就是用这个塔，这就是所谓的塔啊，就是这个东西啊。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想让这个黑雾掉落的东西啊，我们能一定程度的收集啊，不要太浪费。然后稀有的东西呢，我们能保存下来啊，不稀有的东西呢，我们缓存一点儿，能够需要的时候用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不堵是我们的这个筛选的第一原则。那如何做到不堵呢？做到不堵的最简单的方案，其实就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战场分析基站啊。我们可以先放下一个分析基站啊，这个位置太近了啊，我们中间一定要留一个格子啊。这个战场分析基站呢，我们是可以在这里设置的啊。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个战场分析基站里，这里就设假如说啊，我们就随便说啊，我们先比如说设钢啊，设这个滤板啊，设这个电动机，再设一个这个什么，
再设一个这个叫做微晶元件啊，然后在这个后边呢跟一个塔，一个塔呢行星内的物流运输塔最多能放4种物品啊，这个物品的每一个容量都是5000啊，最多能放4个，然后我们就这样从这里啊，我们就只是让它这样。让它只能做这个保留这4个东西啊，也就是说它一个东西就只能抓一个格子啊，再多呢它就抓不下了。那然后呢，这个物品呢就会挨个的啊，从这里我们再做一个爪子啊，我们用这个袋子不好啊，最好能用绿袋啊，绿袋我没拿，那我们就先用这个吧，后边我们再来升级啊。这个袋子的速度其实是不太够的啊。然后我们爪子就用我们现在能用的最好的爪子，我们就在这里啊按 Table 键去进行过滤筛选，因为我们就设了这4个东西嘛。那就刚好的能把这4个东西就这样筛选出来啊。这个战场分析基站呢，一共9个口啊，我们可以伸9个爪子。战场分析基站呢，不能直接往里面伸这个传送带啊，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啊，把这4个东西，这就抓到了一个塔里啊。这就是一个不堵的一个方案啊，因为它只捡这4个东西，所以它肯定不会影响，就它堵了其中一个物品堵了，不会影响其他物品的拾取，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目标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战场分析基站的这个圈实在是太小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圈现在已经不能覆盖到整个战场了。那如果我们4个物品一个基站的话，要的基站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啊，你这个就不划算了，或者说是你后边你肯定放不下啊，因为我们黑雾的掉落物现在这里可能看的不是很全啊，黑雾的掉落物最终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是60种啊，一共是60个掉落物啊，所以我们要想保证这60个东西都能拾取进来呢，战场分析基站的数量呢，你又不能造太大，太大呢，它的笼罩范围又不够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想到的一个折中的策略啊，这里要特别感谢笑笑啊，这个思路基本上是他帮我去这个完善的啊。我想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利用它这一个里边不是能抓9个爪子吗？我们其实就要8个。我们来这样对2个基站啊，就让来这样对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传送带其实有1节就可以啊，因为它不能直接连爪子，否则直接连爪子是最好的啊。它不行啊，它必须走传送带啊。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啊，就可以实现我们刚才想说的那种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我们后边再设啊，比如说这边我们再抓这几种东西啊，比如说这边再抓一个金格龟啊，然后把这个距离给它设置成8个啊，这样它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不堵原则啊。第一大目标啊，我的这个结构的第一大诉求就是不堵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小伙伴分享了他的这个方案，比如说那个大箱子的天花板纽带方案啊，这种都是可以的啊，你自己能实现你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了。我这里分享的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不会影响其他东西掉落的一个方案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啊摆上这2个这个电线杆啊，2个塔就能充电了。你给你的塔充电的时候注意啊，塔充电消耗的电量是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确保你的这个电量是充足的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再设置上我们刚才抓过来的这4个东西啊，分别是金格龟，然后是电浆这个，然后是光子和兵器和绿马达啊。这样呢就能就比较好了啊。我们这样的我们的缓存的数量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塔的数量啊。这个塔能装多少呢？我们就能缓存多少。多余的我们说白了我们也用不上了啊。它有这么多，说明我们的产量是富裕的，用不上这么多啊，我们也就不需要了。然后这边还有个什么？还有一个这个金格龟是吧？这样我们就能给它缓存到这个里边去了啊。多余的这些这个富裕的东西也不会影响后边的东西的拾取啊。然后我们这边啊，这里刚才做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按，要我们像之前脱太天王的这个效果一样啊。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行星的这个物流塔是个大箱子，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塞进去啊。所以我刚才做这个整理其实是不白做的啊，并不是一个无脑在做的一个整理啊，我就是想到时候这样直接就给它塞进去了啊，这样就直接塞进去了，就不影响它后边的这个拾取和这个分类。这就是我的这里的一个想法啊。然后呢，这边一共是摆了6个，这6个呢肯定不是所有的战场分析站都覆盖了全战场的，有一些地方就是靠边的2个的这个分析基站，它覆盖的这个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你可以考虑呢，把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次要的东西啊放在边上的2个分析基站里，一个分析基站里是8个物品，一共能捡48个物品啊。小米这里呢会把我选的这48个物品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其他的那些画圈的
我个人觉得啊，是要不就是现阶段没有用啊，后边再捡也完全来得及，就是指黑雾掉落的那几个物品啊，要不呢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非得从这个地方偷啊，从这个偷的地方偷不划算啊，就用别的地方去拿去自行生产也完全可以啊。那有的小伙伴，你如果一定追求60个掉落物的拾取呢，你就要想办法让你的这个战场的交接的这个面啊，你要获得再大一点，可能也是可以的啊。我现在的这个战场的范围一共就这么大，所以能拾取的范围呢也就大概这么大啊。哎，我们把这边的这个塔给它补齐啊。那后边的这个筛选掉落物的过程啊，因为相对来说它比较繁琐啊，一个个设置这个爪子和这个塔，我就做一下剪辑啊。我弄好了回来给大家看。好，我们设置的差不多了，我们再补一些我们必须的东西啊。首先这个小飞机我们要补一些，拿一点点铁板。这边其实都基本上快装满了，常用的东西基本都装满了。然后我们再补一些小飞机，铁板有的是啊，铁板我们再拿一点点，加棉。不老实，小猫猫啊，小猫猫不老实。好，这边就差不多了啊。然后这边还剩，哎呦，这边还有这么多东西。刚想说差不多了，发现还有这么多东西啊！我把一些不太重要的掉落物都放在了比较边缘的位置啊，就是对它的需求暂时不会很大啊。就像是这个黑雾掉落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看我筛选里可能还没放开啊，这边我们给它放开。剩下的黑雾掉落物都不着急啊，因为这个是用来解锁科技的，其他都是用来制作建筑的啊，这暂时都不着急啊，我们就先不着急把它弄出来。弄出来太占地儿，太占空间了啊！这个重轻我们稍微缓存一点，之后做刀棒的时候有用啊。这边这种用不上的东西啊，像是这个对于我们这种难度下来说，这种其实哪个难度都一样啊，其实哪个难度都差不多。就是说一下武器系统啊，武器系统我们之前看了这个子弹和这个导弹，对吧？还有这个炮弹组，炮弹组对应的是这个加农炮啊。加农炮这个炮台，但实际上这3个都不大好用啊，都不大好用。基本上我会用高频激光塔，如果你是有这个太空黑雾袭击的话，再加上那个电磁炮啊，哎，基本上就是这个前期靠导弹塔过渡，后边靠电磁炮啊。那如果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我们合成的这个材料里边，刚才掉落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就用处不是很大啊。它可以设置，它可以用来生产更高水平的这个弹药啊，但是需求并不是很强啊，所以我压根儿就不想缓存这个东西。包括燃烧端源也是一个过渡品啊，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就没什么用了啊。把这边弄了，高能石墨也是啊，高能石墨只在产线那边有用啊，其他的地方也是没什么用的。我们看一下科技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走的，我们可以先把卡晶和这个石墨烯走了，这2个走了呢，能让我们的这个黑雾掉落物里就开始掉这个石墨烯和卡晶啊，这2个东西还是挺有用的啊，可以优先给它解锁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先往这个塔里是放这个金刚石和我们的钛晶石的。这个塔里我们先放一些小飞机，小塔里边呢最多能放50个小飞机，我们前期小飞机比较少，比如说我们先放13个，然后我们可以让它的起送量稍微大一点，起送量太少的话呢，就是有几个，比如说3、5个啊，这小飞机就飞出去了，比较费电啊。你前期电没有那么富裕的时候，可以让它设置的稍微起送量稍微高一点，比如说50%，你再送一趟，可能还比较值得啊。我们这边啊，钛板这里我们也放上10几个小飞机啊，然后这边就有钛板了。这边的所有的塔都设置了供应。星际物流塔呢，给大家稍微的详细的讲一讲啊，针对萌新的小伙伴啊。首先这边是我们选择物品的地方，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数量值，最大5000啊，最低是0啊。你可以看到这是现在有的啊，然后正在运输的上限是多少。然后我们在这边呢，一共有3种选项，供应就是从这种塔这个塔里给其他的塔供应，需求就是需求别的塔来送这个东西，仓储就只是起一个大箱子的作用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然后下面是放小飞机的，如果你点开了这个按钮呢，如果你背包里有小飞机，它会自动补满啊。然后呢，这边是设置充电的功率啊，如果你的电力不足，你充电功率可以拉到最低，但是当你的飞机开始起飞的时候啊，这个电量可能会不够啊，不建议用最低12兆啊，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数值啊，这就是这个了啊。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关于这个星际物流运输面板的更多的内容啊，因为最近的一个版本更新加的就是星际物流面板的这个内容。
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啊，等我们这个之后用到了再来一点给大家说啊，就是这个总控面板啊，总控面板也非常的方便啊。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啊，把我们之前预留好位置的这个地方一拆啊，然后呢，我们把这里是放这个小塔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星球内去需求嘛，所以就是放一个小塔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石墨烯啊，首先我们的这个高能石墨就可以从这儿进了，然后这个从这边出啊。然后这边我们第一个选项先设成高能石墨啊，然后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仓储，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箱子的作用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再选上这个，选上需求，哎，再选上我们的金刚石，我们也选需求，再选上我们的钛板，我们也选需求啊。这3个东西我们都是需求的。然后呢，这边能进了以后，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说就已经没有用了啊，我们就不需要这个4项分流器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塔里拉出这个传送带的时候，和我们那些机器是一样的啊，可以在拉传送带的过程按这个 Table 键来改变它的这个物品啊，这样直接出来的就是。那如果你没有提前改呢，也有别的设置方法，我们来给大家一点点说啊。这边是走钛板对吧？我们这边有一条带，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开始我忘了选了啊，带子已经拉好了，然后我们来到这里，你会看到这种没有设置的这个传送带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小符号啊，一定离得近就能看得到。然后我们在这儿选，这边比如说这边选上这个高能石墨啊，这边这样就可以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钛板就会当这个小飞机运送过来之后，就会从这里出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些飞机就慢慢的过来了啊，行星内物流我们就解锁了，这边钛板啊这些东西就都会运送出来。然后运送过来之后呢，有了一定数量之后，它就会你看它就会往外出啊。就出来了，然后就会被我们的这边的这个机器所拿取之后呢，生成这个钛晶石啊，再输出出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供给我们的黄糖了。我们这边的钛晶石的速度呢，应该理论上是120，但是我们没造这个，我们造一下吧，造一下这个第2等级的，这个需要这个对吧？啊，等你有了这个物流系统以后啊。以前的版本啊，你就是摁 M 键啊，来到我们的这边啊，这些塔其实就是一个远程大箱子，你可以在任意位置去操控的远程大箱子啊，我们就可以去点啊，去找我们刚才啊放这个的，我们右键它去拉这个条，你就可以选择拉出多少数量，你可以看见我们直接就可以拿出来啊，这是以前的版本啊，你还要找到这个塔。现在版本更厉害了啊！点击左下角这个或者摁 I 键啊，就可以打开总控面板，切换到行星内物流，你就可以看到你之前的这些所有的物流塔，然后点开，比如说刚才的这个地方，我们点开这个塔，我们从这里右键，你发现它也能啊，我也可以拿到背包里，甚至可以跨星球，这是最离谱的。反正这个星系的这个总控面板超神的，建议还没有回坑的小伙伴现在可以回坑体验一下了，真的非常的厉害啊！我们这边还差什么？还差这个石墨烯啊，我们也拿过来啊。我们这个，就每次拿这个觉得特别的跳戏啊，因为隔着这么远，我能把它拿过来，我觉得挺离谱的，感觉有点跳戏啊。我们这边造8个这个组装台，我们把这个组装台直接就升级一下，让它的这个速度能满足120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然后这里还差一个电线杆，我们给它补一下，是吧？我们直接把这个就进行一下升级啊。然后呢，这个钛晶石你要愿意呢，也可以进塔再出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我觉得这里就直接这样了啊。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做一个补充啊，比如说这里我们钛晶石啊，塔里的钛晶石也可以给你用过来，进行一个额外的补充。包括金刚石啊，我们这边不是也有掉金刚石嘛，我们这边也可以进行一个补充啊。当然这个补充就很难花得掉了啊，这个补充也补充在了这4个炉子的后边啊，这个炉子的产量其实足够了，这个金刚石很难花得掉。你要是想做优先级呢，你可以调控一下你这个传送带的位置，比如说你让它从这里去合并啊，都可以。金刚石不值钱啊，所以无所谓啊，这里能花出去就花不出去就算了，因为我们的研究站的数量是比我们的这个120的这个数量要多的，所以理论上这些东西应该都能花得出去的啊。然后这边就开始了，然后这个有机晶体也开始这个生产了，这个用起来了。我们首先反转整条线路啊，让这个有机晶体都往这个边走啊。然后呢，这里就都可以拆掉了。然后我们用爪子把这边的有机晶体可以抓出去了啊。这个开始反补这条线路，因为在合成这个钛晶石了，但这个钛晶石的生产瓶颈还是这个钛啊，我们的黑雾的那边的掉落的这个钛是供不起这个钛晶石的。这里，所以我们的
实际上黄糖的量应该达不到，但是稍微生产一些还是可以的，还是能够满足的。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这个塔嘛，不是从那边的塔往这边的塔的运输嘛？这边的塔其实是不用放飞机的，就靠那边的塔去往这边拿啊，也可以。甚至这个塔也可以不通电啊，没有电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那边有，你这两边只要有一边有电，一边有飞机，就可以让它这个进行运行了。所以这个塔可以不放飞机，甚至可以不通电啊。但我们这里刚好在产线内部通了，也就通了，然后这边就会开始源源不断的运过来，我们的黄糖科技就可以走了。我们的黄糖科技就靠着这个黑雾啊，你要是玩的这个慢一点，就是喜欢整理箱子是吧？喜欢这个整理产线玩的慢一点，你这个黄糖科技基本上80%都可以靠黑雾掉落物给它走掉啊。但是这样就节奏会稍微缓一点，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啊。我们把这边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稍微的先剪一下啊，然后把这个爆破的这个给它关掉，用不上这个玩意儿。它还在剪这个东西啊。然后现在掉在地上的额外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产线上用不上的东西了啊。然后黄糖现在开始生产了，虽然还没有量产到足够的数量，但是我们现在也开始生产了，所以暂时就不急了，就不急了。然后我们就先黄糖就先这样啊。我们现在呢，接下来这一期视频还要做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呢，就是针对这边啊，这边的物流系统不都以及这边储存的这些东西，你得花呀，你不花光存着，这地上的碎片越积越多，会很卡的。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全给它用起来啊。一是呢，再等一等这个黑雾的等级，黑雾等级越高，我们这边的好东西越多啊。我看现在有新的东西可以了吗？好像还没有啊。等这个卡晶和这个这叫什么碳纳米管解锁了，我们就有新东西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啊，我就可以再从这边掉落物里去捡这个东西就可以啊。粒子容器是不是可以了？粒子容器现在应该可以掉落了啊。这边设了粒子容器的啊，可以啊，可以掉落了。我们还可以再补一点点的这个塔，但是这个塔是吃钛板的，这个钛板现在跟我们的黄糖抢钛啊。算了啊，先不搞了。我们现在先来在这边做一下我这里打算做的这个叫做什么临时超市吧，这不是最终版的星际超市，但是它可以算作临时超市啊。不行，这钛还是得用啊，钛板黄糖停一停吧，黄糖反正也不急啊。我们还是优先得把这个临时超市啊，我打算在这一期，你不能说做完吧，给它做个7788啊，7788。所以我这边还是需要一些塔，我这边再补一点塔。好，我们来做我们的这个小临时超市啊。临时超市里其实对我们来说最迫切的就是3代4爪。2塔2飞机啊，3代4爪2塔2飞机啊，我是这么叫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开始生产啊。虽然那边有在生产这个黄带啊，但是那边的黄带和绿带的产线还是太小了，到我们后边铺大工厂的时候，它的这个速度不能够啊。碳纳米管解锁了，我们赶紧把这个碳纳米管也放进来啊。这也就不能输数字啊，只要能输数字就好了。我每次经常给它弄不好就整出一大堆来啊，很烦啊。好，我们这里给它弄一下。说白了呢，这里就是给我们这个被动难度进行逃课用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原本在这个有黑雾的产线很烦、很不好做的东西，能更早、更快的这个量产出来啊！这是我个人觉得被动难度下最爽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经常被某一个这个中间产物卡得很烦啊，要造一个特别大、特别冗长的产线，才能把中间的这个产物给它做出来，然后才能做我们想要的东西，就特别讨厌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推荐萌新玩这个难度啊，就是这个原因啊，这是这个最爽的这个地方啊。我那边之所以捡这个铁板和这个齿轮，就是为了给这边的这个3代4塔这个产线用的啊。然后这边我们就有了黄带啊，黄带要想再做绿带的话呢，要再额外加一个绿马达，所以我们在这边再补一个绿马达，我们也是需求啊。这边不要很多啊，就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然后飞机量我们也可以试的稍微的大一点，我们把这边的飞机先都给它补一些吧，否则我这边数量起不来啊。这里可以了啊。然后这边齿轮和这个什么不就过来了吗？齿轮还刚开始剪啊，可能数量还不够啊。然后我们来开始给它进行供给啊。
这个超市呢，这个流程可能会稍微长一点。那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删减啊，这个超市的部分可能还是给大家稍微放一放啊，我就这部分可能会保留的稍微长一点啊。自己会做的啊，稍微知道一点思路了，就可以自己做了啊。这每个人做的其实都不一样啊，没有什么这个规定的一个结构啊。然后这边我们就直接这样啊，这要用绿爪，否则速度是不够的啊，1秒产3个传送带啊。然后我们这边黄带再出来，这里给这个绿色的推进器叫绿马达啊。然后绿马达的数量是每秒1个啊，每秒1个，我们用1个黄爪就足够了。这边就可以了啊。那边是没放飞机啊，我们在那边再补一点飞机。这个地方就很卡啊。好在我们之后就离开这个星球了，否则是如果你要想在母星通关的话，我其实是不太建议把黑雾养殖的地方放在这里的，因为真的非常的卡，真的非常的卡啊。好，接下来是生产这个极速传送带，极速传送带需要蓝马达和石墨烯啊。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这个蓝马达在我们的这个4爪的这个分点器里是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到另外一边去。这边呢，我们只是需求一些石墨烯就好了。是什么烯啊？我总愿意来回乱叫错啊。好，我们这边有了石墨烯，我们先给它弄出来。这里呢可能这么拐不太好，因为我们需要让这个星际塔能够摆得密一点啊，所以尽可能的那啥一下，跟上面基本上是对齐的。然后这里呢我们要这个蓝马达啊，这边我们需求一下蓝马达，然后这边出来的这个传送带啊，进到后边去。这边呢生产蓝带啊，蓝带我们可能现在生产不了多少啊。我们的这个黑雾掉落物里边有一些东西是足够的啊，能足够用到通关啊，但有一些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是需要我们外界去补的啊。马达就是其中之一啊，所以马达后边我们肯定要补啊，我们后边再说啊。我们这里出一下蓝马达，然后抓进去啊。搬进去，然后产出的蓝带，产出的蓝带我们要进塔的，蓝带是要进塔的，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塔里，这也要用绿爪啊，一次出3个啊。然后呢，这个蓝带呢，我们就作为一个供应啊，在这里供应这个蓝带啊，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往右边去摆啊，这个传送塔，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如果那个啥的话，应该是对齐的，但是可能没有完全对齐啊。这边还缺什么啊？这里还是小飞机不够啊。哎，我这还是缺小飞机啊，慢慢来吧。我们小飞机我还得攒一点，为下一期去开发2星做准备啊。2星也需要小飞机的。我这里优先做这边的产线了。好，然后接下来是4爪，4爪这边先做黄爪，黄爪要铁板和这个电路板啊，所以铁板、电路板，然后是绿爪，绿爪要黑马达，然后是绿马达，所以这边就是黑马达和绿马达啊，这4个东西做出来啊。然后爪子和这个带子啊，爪子其实可以用1个制导台，我还是用2个吧，用2个制导台，爪子和带子我们可能尽可能的还是用2个制导台啊。这里我们改一下，我们从这边出吧，我怕空间不够，我从右边出好了，这里和这里，这边我们都给它设置一个数量，然后改成需求。那边的飞机啊，有飞机啊，有飞机就可以过来，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生产黄爪。稍微留一点空间啊，好习惯啊，没准后边会，当然这里可能放不了增产机啊，但是没准后边有用的啊。然后我们这边生产一下黄爪，爪子的速度其实不用特别快啊，爪子的速度稍微有一些就行，不用特别快。然后呢，我们这边再继续生产，绿爪。绿爪要这个黄爪加上黑马达，黑马达呢就直接从中间这里就出了黑马达，然后这边再补一个黄爪，然后就是我们的蓝爪，蓝爪和我们的最终的这个白爪，
也就是我们的极装爪。极装爪也是这个黑雾崛起之后版本有的东西啊，是神器啊，神器。它基本把这个原版以前的那个极装机系统给废掉了啊。我看看这边能不能摆下，哎，刚好是可以摆得下的啊。可以啊，凭感觉留的空间还是够的啊。那这边就是蓝爪，这边就是白爪。白爪额外还需要一个这个什么啊？需要一个那个叫做 CPU 啊。CPU 的话，我看看这边还可以再需求一下啊，需求一下 CPU。然后这边我们就存白爪就好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还用不上白爪啊，现在生产白爪有点稍微有点早了，有点浪费啊。我们稍微生产一点吧，我们先不往这个里边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边先装这个蓝爪啊，先装蓝爪啊，做供应蓝爪用啊，就暂时应该就够了啊。直接上这个什么，的确是上白爪有点遭不住啊，主要是我们的 CPU 的数量也没有这么多啊。稍微的产一点啊，然后这边蓝爪，对吧？蓝爪和这个 CPU 一抓，然后这边再抓一下这个蓝马达和 CPU 一抓，这边再抓一下蓝爪就可以了。蓝爪这里还需要绿马达啊，我们把这个绿马达也给它生产出来。好，绿马达给它，然后这边蓝爪的速度可能可以稍微的快一点啊。好，然后这边我们再补上这个电线杆啊，这些塔都不用供电的啊，省电就可以不用供电。然后这边就白爪就会生产出来，但是白爪和这个蓝爪我们现在都没有往外运啊。往外运的话呢，可以拉这个高空带，你也可以从中间拉啊，我看看怎么拉比较好。我们要不就从中间拉好了啊？我们就拉到这个位置吧。然后给它做个抬高啊，但是 Shift 取消吸附啊，然后这边不就升起了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它下来了，然后不就进来了啊？之后白爪的话，只要把这里给它截断一下就可以了啊。现在我们是让它剪蓝爪出来，哎，这样的话呢，这个蓝爪就剪出来了。当然你不用像我这样留的空间这么小啊，我留的空间比较小，所以相对来说紧凑了一点啊。你可以不留这么小的，包括我们这边蓝带也是啊，蓝带出口的位置我也没弄的，蓝带的出口也是从这儿出啊。我这里就比较紧凑了，那不能用比较来形容，那是非常啊。那这个电线杆我们换一个位置啊，电线杆换到这儿也可以。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走2格平带，是为了放爪子的啊。然后摁 Shift 取消吸附啊，然后往前走，然后进这个塔就可以了。这边是蓝爪出来的地方，又用绿爪抓啊，蓝带出来的地方。啊，这日常口胡啊，大家意会啊，意会就可以了。哎，这个怎么没抓进来？哦，这里没给爪子吗？哦，好像没给啊。哟，那这儿不太好弄。我可以，我可以抓进去。好，那这边蓝带这里也就生产出来了啊。蓝带和我们的白爪我们就缓存一点啊，稍微用的时候来拿一点啊。然后还有这个蓝爪也在生产了啊。这边都在生产。你如果觉得速度慢的，你就把中间的爪子都升级成高级的，速度就能起来了。然后这就是3带4爪的位置，我们就弄好了。然后是2塔二飞机啊。这几个东西是我个人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是比较急的啊。现在这里基本上算一塔一物吗？还不算啊，它不算一个严格的一塔一物，但是已经开始往一塔一物的思路上在走了啊。什么叫一塔一物？我们后边还会再详细的去讲啊，但是现在已经在走这个思路了。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做的这个就是2塔2飞机啊，可以看一下他们需求的东西，可以看到 CPU 钛和这个钢啊，这个需求的量非常大。我们可能先走2飞机吧啊，2飞机可能会容易一点啊。这个那个啥还是太那什么了，需求的材料还是太多了啊。我们 CPU 可能得是从这儿来啊 ，CPU 两边都会需求，然后我们这边需求一下 CPU 啊，然后看一下2飞机，这个飞机还需要什么？那我们就是这2个在这边来啊，钛合金也从这边来，这2个塔也是需求的，所以都从这边来。然后这边呢，我们要这个铁板，铁板，然后和这个推进器啊。然后我们用来储存我们的这个物流运输机啊就可以了。
铁板出来，然后推进器啊。由于这个2个飞机之间是没有升级关系的，就不用把它们都非得挤在一起了。那边挤在一起是因为它们之间是一个升一个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必须得挨着，所以就挤在了一起啊。中间还需要这个，这个叫做 CPU 啊，处理器。我们处理器就从这儿进吧，那这样的话，飞机就可以直接从这儿出啊，就出去了啊。你经验丰富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基本就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去弄啊，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抓法啊，都是根据经验啊，稍微的差不多啊就可以了。尤其是扭带子的这个过程啊，好，然后这里就可以了。这边我们把这个量稍微的弄一下，然后我们需求一下。好 ，CPU 这边已经来了啊。然后这里给一个电线杆啊，给电线杆的话，这边可以留一个格子啊，电线杆就可以放在这个格子里，然后2个 CPU 就可以从这边抓，这个位置空间是够的。然后多余的 CPU 我们可以往这个里边塞一塞，身上就不难了。包括这个啊，那边应该是没有飞机啊，我们看一下。这里是没有飞机的，我们再给它补一点飞机啊，那边就可以把飞机给它产出来了。然后我们看看掉落物里有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啊？我们科技一直在走的，掉落物有可能会有新的东西啊。卡晶和这个什么都在抓了啊，都在拿了啊，都在要了。那行啊，暂时可能也就没有了，科技停了。然后马上18级还能解锁一些东西啊。然后这个第1个飞机出来了，我们第2个飞机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删了？哎呦，删了断电了，我的天哪！赶紧，完，赶紧啊！断电了可不开心，赶紧修一修，不能断电不行，这拆了一个很重要的电线杆，哪里又摧毁了？看一下，可能是掉了几个激光塔啊，把这边的激光塔稍微的补一下，修一下。其实你可以在这边的这个运输站里啊，你再搁2个格子去放这个信号塔，这个战场分析基站和我们的激光塔放在中间的这个地方放，然后你后边做出来的多的你就可以放在这里，然后小飞机会自动的去把这些东西往这个里面去弄的啊，往这个坏的地方去弄的啊，这样就方便我们去万一出了点什么意外是吧？还能让它自动的修补啊，挺不错的。然后这边我们造大飞机的话是需要大的推进器是吧？大的推进器从这边来了，加力推进器啊，加力推进器，然后加力推进器就从这边我们可以让它跨3代啊，跨3代，加力推进器就从这儿出啊，然后这里。把这个爪子得删一下，好，然后重来，好，这边就可以了。然后在这边呢，我们造一下另外2个组装台，这2个做大飞机啊。其实大飞机1个组装台就差不多，2个组装台有点多啊，产量我估计跟不上哈。但是为了对称好看啊，我们就这么放了，但实际上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性的啊。大飞机用的量并没有那么多啊。然后我们坐上这个大飞机啊，加力推进器这边没选需求啊，需求一下。好，数量也不用很多啊，稍微有一些。然后这边我们再让它走一下，钛合金啊，钛合金的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后边肯定得单独拉产线。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大飞机啊，就可以从这边运出去。电的话呢，哎呦，电的话这里不好弄啊，我怎么对称了是吧？那就还是在这个位置吧。还是在这个位置加。好，然后大飞机就从这里拿出去啊，这边我们存一下这个大飞机。这个2塔2飞机好了。2塔其实我们现在还不太能量产，因为这个材料数量不够啊，这个我们留到后边再去弄啊。
然后呢，还可以再生产一下别的东西啊。梁塔我估计我会往这个地方放啊，我们可以再往下走啊，再往下走一行，我们再造一点我们平常的产线里不好补，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有需求的东西啊。这个给它再换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去开发2星需求的东西啊，不要复制啊，复制会把这个塔上的东西直接复制过来，会很烦的啊，会很烦的。塔还是尽量不要复制啊。我们再来一个，这个塔呢，我是打算，我不是说不复制吗？怎么还是复制？这就是我说的比较烦的地方啊。好，然后把它弄好啊。然后这个塔呢，我们来做这个接下来比较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就是地热发电机啊。这地热发电机我们在这里造一下啊，需要钢、铜，这个和蓝马达啊，所以我们在这边需求一下啊。这个东西可以不进我们的这个塔的啊，因为地热发电机我们只要储备一些，每次回来就像我们那边的超市一样，每次回来能取一些就好了。但是如果进塔的话呢，会比较方便，就像是我们在别的星球是吧，也可以随手就给它掏出来了，还是挺方便的啊。当然是别的星球应该是只能掏星际运输站里的，行星内的应该也掏不了啊，应该也掏不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啊，就这样，我们先稍微的，主要是这些东西在我们那边的总线里啊都不好加，主要是这个光子这个合并器啊，用的量也不大，还单独做它很烦啊。我们这里其实造一个就足够了啊，没有必要再造俩，因为一个制造台足够了。一个制造台，然后做一下。你如果这个难度比较高的话，你这个激光塔要优先啊。我这边难度被动难度，所以激光塔就是基本上花不掉啊，花不掉多少的，所以手搓一点就差不多够了，所以就没优先这个激光塔啊。好，然后这里就给它生产出来啊，然后我们也用一个小箱子稍微的存一些就可以了啊，存一个2摞啊就足够了。差什么？差铜板是吧？差铜板，那我们把这个爪子升级一下，让它生产的速度稍微快一点啊。蓝马达没给啊，蓝马达。这也很容易啊，稍微快一下。虽然我之前忘了给它留格子了，但是啊，纽带子就是这么随心所欲啊。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它设一下。这里没连到这个塔的最中心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没连上去啊。好，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生产起来了。这我们下一次一上来，我们就可以拿着东西就前往复兴了啊。好的，那本一期视频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这一期我们主要就是做的这个行星，不是叫行星啊，就是黑雾的掉落物的分显啊，以及后边的这个临时超市啊，这不是最终超市，但是足够我们用到这个建糖厂之前了啊。建糖厂之前，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差不多够了。然后中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产量不够啊，比如说像是什么 CPU 啊、马达呀、钢啊这些东西可能不够，我们后边再单独给它补一点点产线就可以了。好的，感谢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啊！这个蓝图我也会放到我的这个共享文档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大家拜拜喽！